有个明显的说啊，老师说了，重心在左腿，是不是啊？不能有个明显的，你在震的一瞬间，支撑腿是左腿，震完了以后，把重心要均开在两腿之间，你要沉，是不是沉在了两腿之间，自然向下去松沉，不要刻意的去砸去震啊！你震了一下，它这个力量会透过你的脚跟直接顶到膝关节上，你说你膝盖不疼吗？是不是不疼吗？练练的就废了。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膝关节。来，跟着老师我们再来一遍啊！双手旋腕平捋转腰，摆右脚，重心右移，走腰当后弧，左脚跟内侧蹬地，领膝合胯，开步外蓬，转腰移重心，再转腰，双手螺旋化立圆，坐胯，左手前蓬，右手下捋，摆脚，同时蹬地，根部合手，握拳，领膝，松沉正脚，看到没？松沉正脚。我们震下来的时候，大家有时候会注意到细节的话，我往下一震，是不是感觉有个像弹簧一样的自然的放松？当你周身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，你的气沉下来就是一个松沉，哎，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，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再讲一下我们的懒扎一，以身领手，好，送出，左手画立圆回正，穿掌外蓬，好，看到没？右掌向左斜前方送出，向上去穿，高不过哪？高不过眉眼，低不过腰裆啊，低不过腰裆，蓬出。右转腰，逆缠外蓬，画圆，通过我们的身体去画圆啊，通过我们的身体，看我的左手啊，通过我们的身体走，左移重心，微微的左手顺缠，双手顺缠，这个时候会避免什么？避免我们的手在画圆的时候起肩又架肘，再往上走，是不是肩起了，肘也架了？你练下来会非常的酸，整个动作是僵硬的，是紧张的。那我们在画圆通过身体移重心的时候，拎好旋腕，把我们的肩肘自然松下来，保持松沉，领膝与胯齐平，开步合小臂，欲右先左，移重心逆缠外蓬，右转腰上下拉开，坐胯下沉，右掌前推，左脚蹬，哎，对，看到没？右掌前推，左脚去蹬地，你就想你对方前方有个人跟你一起去搭手，那么你这个掌的力是来自于手臂呢，还是来自于你的脚下？来，同学们，咱说一下，考一下大家啊，我们推掌的力是来自于手臂还是来自于脚下？咱知道的，咱打在公屏上啊，知道的咱打在公屏上，大家觉得是手上还是脚上？打出来，我看一下有多少同学咱们是知道不知道？如果说错的同学，咱也不要怕说错啊，咱说对的同学也是非常棒，说错的也不要怕说错，老师会给大家去纠正，那么让大家就知道我们具体力在哪里啊，力来自于哪里。哎，你看咱们直播间的同学们都非常的聪明，说明每节课都在认真的听老师讲课，还有说到最细节，在我们的脚上最细节的说左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左脚蹬地，然后推右掌，它是一个前后上下的一个支撑力，非常棒啊！大家听课都非常认真。好，右掌前推，左脚去蹬地，好，它这个力你看，它是一个整体的力。那么别人去给你推的时候，你看你脚下的力是落地生根的，它是有根的。你右掌去推，那它肯定推不动你。你要是只是掌的话，那就一推就啪那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力来自于脚下，左脚蹬地，将力传到右掌根。来，跟着老师，我们再一起走一遍啊！以身领手，好，送出，走，画圆回正，左转腰穿掌，逆缠外蓬，右移重心，旋腕，领膝，开步合小臂，欲右先左，
右移重心，好，旋腕拉开，眼随手走，目视远方。松沉坐胯，好，这手右掌前推，左脚去蹬地，形成一个上下斜对称去撑开。那么我们如何在家里面自己看一下我们的动作做的是否正确到位？看我们的外三合啊，同学们，肩与胯合，肘与膝合，手与足合。当我们做到肩胯合、肘膝合的时候，你不用想，你的手脚一定是合的啊，你只要合住前两点，你的手一定是合的啊，不可能走到这儿的啊，你是推出去的，推出去的。来，我们再结合的再跟老师再走一遍啊。以身领手，将拳送出，左手画立圆回正，转腰穿外蓬，右转腰重心右移，左移重心，双掌顺缠换掌，掌心朝上，领膝开步合，欲右先左，右移重心旋腕，好，右转腰，将左脚微微的回正，坐胯下沉，右掌前推，左脚蹬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右六风四臂啊，双手以身领手，左移重心接手，转腰，右移重心外蓬，转腰，左移重心下捋，蓬雕上托，坐胯，是不是这个动作？它是一个往上去蓬，往上去托，好，屁股向下去坐，坐高板凳的感觉啊。好，收，转腰拉开，右移回重心，扣脚，跟半步，肩肘手，双掌螺旋下按。螺旋下按要保持什么？时刻保持我们的尾闾向下去坐，坐高板凳的感觉。你坐高板凳的时候肯定不会是这么去做的，对不对？肯定不是这么去做的。你要是往后去做呢，那板凳在你的身后，这么往后去做的，是不是就很像？人家老师坐起来很像高板凳，像不像？往后去坐，都坐，好，坐上。那种感觉啊，似坐非坐的感觉，我们要想象我们身后放了一个凳子，向后去坐，时刻保持我们的整个背是靠墙的感觉啊。大家都有靠墙静蹲站桩过没？有的话咱就去找一下这种感觉，没有的话咱也可以去找一下这种感觉。我们的脚离开墙面一脚的距离，好，扶着墙往后去靠啊，往后去，整个背贴住啊，你的手从腰间去穿的时候穿不过去，不能穿过去，穿过去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腰是这样子的啊，收住命门向后去撑。好，来，再给大家再走一遍，保持向后坐高凳的感觉，以身领手，1、2，是不是？身体的左转加右转，我们的手腕半圈再加半圈，刚好是一圈啊，没有说那么复杂，其实就是半圈哦，一圈旋的是手腕啊，我们左手是缠腕，左手缠腕，然后以身领手转，下捋接手，转腰上蓬，移重心外蓬，好，再转腰拉开，左移重心，双掌继续下捋，坐胯下沉，蓬雕上托，一收送出，左转腰相合，右移重心，再右转腰扣左脚跟半步，双掌螺旋下按，肩肘手，好，我们的身体你看到没？身体微微的向后去坐，好，那么从正面去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双掌向下去膨出的时候，你看整个手臂是向外去膨出的，不要出现什么，大家松肩松肘的时候，肩肘手去催的时候，我们的手缠过了啊，很多同学在练的过程中一缠，一不小心就把劲力缠过了，我们不要把劲力走过了，过度的去放松就变成了松懈了，咱们要做到一个松而不懈的这个状态，有松的感觉，但是你的劲不能断掉，不能卸掉，是不是？
保持肩肘手去推的时候，双掌螺旋，看到吗？顺产啊，微微的顺产，膨出，两臂自然外膨，腋下自然保持一指开的距离，手臂就像夹了一个球一样膨住，不能是这样子的，你这样怎么去夹球？是不是？我们只有这样子是夹球的，才能够膨了一个球，圆形的球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左单边给大家再讲一下，以身领手，左转腰抱球，右转腰抱球，右手变勾，左手顺缠，以身领手，勾手自然上领，领膝合胯，开步，左移重心，转腰领肩捧肘自然打开，右移重心，转腰穿掌不过中线，好，继续左移重心外膨，转腰将右脚自然回正，坐胯下沉，左掌松肩沉肘向前推出，好，坐胯下沉，同时右脚要有蹬地感啊，我这个地还蛮滑的，哎，你看这个地还挺滑的。那么我们的脚扣住以后要保持五指抓地，你看，如果我们穿的鞋子厚的话，那抓不住地了；鞋子薄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有抓地感，五指轻轻抓地。好，脚蹬地，左掌推出。好，回来看看啊，左掌推出，这是我们的左单边啊。我们右手推的时候是不是左脚蹬地？左手推的时候是右脚蹬地，它都是一个相对应的啊，都是一个相对应的。来，双掌3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左单边以身领手，左转腰画梨圆，右转腰抱球画圆，是不是整整一圈？右手变勾，左手顺缠，身体左转，以身领手，勾手上领，领膝合胯。好，看到没？领膝合胯，它不是只是单单的好领膝合胯就好了，手也得动。我们整个身体的左半边都要合住，扣肩。扣肘，好，折手，把手扣起来，整个左半边一半往里合，哎，就像一扇门一样，关了一半。领膝合住，开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开步的时候，脚跟的内侧着地，让身体是微微的右转，先移重心进肩，再左转腰领肩捧肘，将手自然打开，好，再回重心。转腰穿掌不过中线，好，外膨拉开，左转腰将右脚自然回正，松沉，来回来松沉坐胯，左掌前推，右脚蹬地，形成一个整个周围的饱满劲动作的一个向外去撑、向外去送出的一个饱满劲立体的整体劲。好，接下来斑斓锤给大家讲一下。勾手变掌，外膨转腰，下捋移重心，在转腰的时候握拳蓄力在大腿上方，左移重心进肩，转腰马步横打出去，画梨圆，右移重心，转腰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斑斓锤。那么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斑斓锤的时候是把手臂放在哪？把手臂放在我们的大腿的正上方，看到没？放在大腿的正上方，要保证什么？那么我们大家先把框架先学会的时候，我们后期大家都会去想去挑战一下我们发劲，对不对？都知道我们这斑斓锤是发劲的。那么咱们如何把这个动作给它练标准，后期才好去做发劲的动作？首先把框架先给它练正确了，后期我们是不是再去发力？就知道我们的劲力应该落在哪里，合在哪里，一个准确的点。好，现在给大家来讲一下关键的点啊，就是我们的手臂在大腿的正上方的时候，保持肩合，只有我们的肩合了以后，发出去的劲才不会散掉。好，大家咱在公屏上来，徐刚又换场了哈。好，大家要记住把肩合劲不散5个字打在咱们的公屏上不要偷懒。哎，君平最积极了，真棒大家要打出来以后都记得了。
记得以后我们下次再去练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的手能够准确的放在哪里。后期我们再去做发劲的动作的时候，就会做得更好。整个劲它是一个合着，不是散劲儿啊。来，不要偷懒，同学们，我很认真的在教大家。好，肩合，劲不散，拉开，继续跟老师来走一遍。右手去接左手的手，转腰外蓬，左移中心下捋，右转腰握拳合住，合在大腿上方，左移重心转腰，好，马步横打，在这儿，在大腿的正上方，看到没有？大腿的正上方，你不要打到大腿的外侧了啊！给大家说的一个准确的劲力，大腿正上方。好，画翻面合住，右移重心，右转腰，在大腿正上方。好，那么只有我们在去发力的时候，即使大家不去发力，我们去做一个顿劲到这儿啊，到这儿去定住以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们定住以后，它就有个整劲了。你到这儿，它是能定住的。如果你把手放在大腿的外侧的时候，你再去定，你收不住了，你得靠哪去收？你得靠你的肩膀去合了啊！你开了以后就不好合了。你得靠它去使劲了，但是我们发力点不在肩膀，同学们，我们的发力点是在我们的手臂的外侧这块去抡啊！你看搬篮锤嘛，它锤肯定是在手上，嘣的一下，来，嘣。华语先关注老师，来，同学们喜欢老师讲的，咱们左上角给莹莹点点关注。你看这么大会儿了。这么大会了，咱们的赞还不过万呢，同学们，给点力好不好？往上冲一冲，一波小赞啊！合住啊，一定要合在大腿正上方，我们的肩合才能做到劲不散。你的肩开了以后，不用说，自然而然你的劲都是散的。而且练完了以后，是不是？老师，我这怎么疼？我的练的我的肩膀疼，这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劲散了，肩开了，没有做到肩合肩，所以你才会肩膀疼。有些人一发力，嘣一下，哇塞，肩疼，为啥？肩开了，你的发力点发错位置了，知道吧？这儿发力点发错位置，它本身发力点不是在这儿的，它是在这儿的。手在我们的手上，嘣了一下，靠腰去转，是不是？合了，你肩开了，你怎么合得住？是不是？你别说你们甩的疼，我甩的都疼，多甩两下我也受伤了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肩合劲不散才是我们所有的发力的一个关键。来，跟着老师我们再走一遍，接手外蓬，下捋，合住，左移重心，转腰，马步横打，在大腿上方啊。好，继续翻画力圆，回重心，转腰，好，合住，根部向下摘拳，护心拳，抡臂跳，1、2，是不是？右移重心画平圆，好，左移重心，微微左移重心，大家不要左移重心移多了啊，微微的啊，左移重心，身体左转，重心微微再回去，回到右腿上，要双臂外蓬，保持身体的立身中正，时刻保持我们的整个腰背是贴墙的感觉，含胸拔背的感觉，不要去挺啊，不要去挺啊，把下巴收一下，然后把下巴一收，整个头它是拎起来，就像我们的头发上面有一个线叼着我们向上去领的这种感觉啊，但注意力不要放在这儿，注意力放在这儿就可以了，这一正它自然就正了啊，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想，这样子你会血气横冲，冲到这儿了。来，走根部向下摘拳，抡臂跳左腿，我给大家慢动的做一次啊，慢动的做一次，走1，抡臂领左腿转过来以后，2，领右腿再继续抡开，哎，看到没？左手转腰拎左腿，右手转腰拎右腿，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1，根部向下摘拳，领膝1、2、3、
是不是过来了？右移重心外膨画平原，左移重心走下弧线，右移重心左转腰，重心微微右移。好，我就知道大家问我跳不起来怎么办？跳不起来不跳啊，徐刚，跳不起来不需要去跳，我们转身就好了，微微的。你看，扣一下左脚啊，扣一下右脚，扣一下右脚，同样还是一样的。这样总会吧啊，把脚来回的替换一下就可以。走，1、2，是不是就过来了？把脚替换一下，不需要大家去跳啊。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，我们不需要去跳那么高。来，要安全的、科学的去学习、去练怎么撒，怎么撒，还又想撒，还又不想跳。真的是难带啊！根部下摘拳，扣一下脚，好，我们换一下腿就可以走。1、2，好，右移重心画圆，左移重心走下弧线，重心右移，身体左转，坐胯下沉，双臂外膨。好，白鹤亮翅，我给大家退一下，白鹤亮翅，看不出来是45度，它不是45度，它转的是。不是45度，从我们的右斜前方去转到左斜前方的45度，它差的不是45度，差了60度、60、70度的、70、80度呢。咱转过来以后，基本上我们转过来其实是160度，转过去，从这它是180度，咱转过来大约是160度左右啊。好，向下去摘拳。扣脚，哎，扣脚，好的，均平，领膝跳，1、2，右移重心画平原，好，左移重心走下弧线，右移重心身体左转，双臂外膨，白鹤亮翅，双手变掌，玉合先开，好，先开，合，好，看不到我的右手了啊，先开，好，合，对不对？来走一遍啊，从这可以看了，双手变掌，玉合，先开，好，合住，左移重心，左手逆缠，转腰，上下拉开，上下拉开，松肩松肘啊，不要一拉就直接这样子了啊，松肩松肘，好，向下坐胯下沉，保持身体的自然，立身中正。从正面大家看一下，对啊。与温柔的坠啊，跟了我1节课了，老师教的是陈氏马套拳，看看陈氏太极拳56式竞赛套路啊，与温柔的坠，姐姐是不是姐姐？哦，外膨，保持松肩沉肘，向下去坐胯，哦，向下去坐胯啊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，正面的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啊，正面的去看一下，双手变掌，玉合先开，好，开步合小臂，看到没？开步合的是小臂，好，先转腰，移重心，左手逆缠，再转腰，松沉，坐胯，松肩，沉肘，哎，看到没？拉开以后是上护头，下护裆，然后松肩沉肘。我们护开了以后呢，是不是要让它松沉下来？不能一直是架着的啊！我们蓬开了以后要松沉，好，松沉，就一步到位啊！来，我的左手啊，左手。在这儿啊，左啊，大家看相对应的，特意打了一个左字，让大家来分一下左右啊，分一下左右，来相合，双手变掌，玉合，先开，对不对？摆下脚，开步，合小臂，落脚了以后，先转腰，左移重心，再转腰，收步。松沉坐胯，哎，看到没？松沉坐胯，松沉向后去做高蹬的感觉。咱只要是松沉向下去沉，那就是向后去做啊。我们的尾闾、尾巴骨像坠了一个
秤一样啊，坠了一个秤向后去沉去做，不要想着去屈啊。很多同学都是一蹲就会想着去蹲，来，大家从侧面看一下，去蹲。是不是都会想着去蹲？你不要想着去蹲，你看蹲的时候一不小心膝关节就超过脚尖了。你说你练的时候膝关节出现不适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是在想着去蹲，所有的不行的想着去撑，是不是？去蹲，往下去屈。我们要想着向后去做，你看向后去做，膝关节向上去领，膝关节向上去领，好，向后去做，要找做的感觉，不要找蹲的感觉啊，要蹲的感觉，咱力都容易出现在我们的膝关节上。哈哈，文斌中午好，才来呀？啊，跪膝我练了好几次就膝盖疼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方法方式要掌握住。其实我给大家有说的，我们练错比不练更可怕，对不对？那你练错了，你这练的不舒服了。那太极拳本身就是一个养生的拳种。大家练好太极拳啊！太极拳它是可以是养生的药，它还是伤人的刀，取决于我们练的方法。方法不对，等于白练，还不如不练呢。哦，练好了，它就是养生的药；那练错了，它就像一把刀，反而伤害到我们自己。来，再来一遍啊！向后坐的时候站不住，应该怎么练？把架子稍微放高一点，如果你蹲得太低了，你使劲往后坐，是不是？你再抓地也不行。我们把架子放高一些，五指轻轻抓地，好，向后微微去做，找感觉啊！大家要找做的感觉，好，五指抓地，横开，玉合先开，哦，摆脚，开步合小臂，左移重心，翻掌，转腰收。上蓬下按，松沉坐胯向后，哎，微微的去找这种做的感觉，不要过多了啊。那大家就老师让找做的感觉，我使劲往后去做，是不是？你就站不住，你再抓你就站不住了。咱要让大家去找的是微微后坐的感觉，你看，微微后坐的感觉。好，这时候你感觉到我的重心不是在膝关节上的就可以了，只是让大家去找这种向后去做的感觉，不要过度了啊！过度了以后，它就形成一个是不是？你往后做多了，不要去做多了啊！好，来，接着往下，我们再走斜行奥步，以身领手，左手画立圆。那么我们再学一个，我们还会啊。指导多少式了？明珠啊，没有关注老师的，来，同学们，咱们现在可以给莹莹点点关注啊！咱们现在课程已经进行了一半了，那么大家前面没有跟上的同学没关系啊，你说我刚来没有跟上的同学，咱们下节课跟着老师，我们还是从起势带着大家我们一起。所以今天没跟上的同学给老师点关注，咱下节课从头跟着一起来学，好不好？